客人都已经走了，神皇陛下也回寝宫休息了。我也忙了一天，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今夜我会睡在书房，日后也是，能作为你名义上的丈夫去保护你，我已经很欢喜了。你还在我心头，梦躲进我胸口，浩瀚尘世从此无绝休。我在你的花路倾尽所有，日月更迭，此爱恨故不休。我穷问你仍旧，沧海桑田只盼无尽头，你在我的眸后缱绻潮涌，一念成劫，万种思念，是你啊，愿与你共俯瞰岁月的变迁，最亲的。这个木头放这儿就好，小心点。好，罗德伦，你看，啊，秀大人，很好啊。齐罗已经把这个房屋图纸画好了，你们看，真没吹牛，有模有样的呢。真好啊！哎呀，我看这个齐洛的画工，在这个小孩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啊！之前是谁说来着？说你们精灵族还有龙族，从来没有和睦相处的先例。我看这个会写，秀大人，这个结合的不错嘛。哎，老德伦，哎，你说这个精灵族和龙族所结合产生的下一代，应该叫什么族？让我想想啊，我觉得可以叫金龙族、龙精族。哎呀，你们就放过我吧，我这还没答应呢。你这笑都快溢出来了。哎，齐洛那小子呢？不会又犯懒没干活吧？没有没有，他去附近的山林里找木头了。他说找些榆木做些房屋的顶梁柱，榆木耐腐，这样盖出来的房子非常的好，一辈子都不用修呢。一辈子？嗯，如果鲁地继续屠杀，找到这儿是迟早的事儿。哪怕是他亲手烧掉你们的家园，亲手杀了你们的族人，你还是不会反抗吗？圣庙祖训，唯有勤劳和忍耐，才可以换来快乐的来生。我们曾经也反抗过，但却换来了更残暴的统治者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这个圣庙对于你们远州族人来说是精神信仰，可是现在这种信仰保护不了你们啊。我们从来都不需要圣庙的保护，我们只需要它存在在那里。为了保护它，我们付出生命也是荣耀的。只要圣庙在，远州各族就不会亡。圣庙有来自上天赐予远州的神力，自古以来，只有最优秀的族人才有资格葬在这儿。不丹长老告诉我们，大劫将至，避无可避，唯有忍耐。这个信仰真是误人子弟，害人不浅。忍耐怎么能够挨过灾祸呢？忍耐只会招致灭亡。可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，我愿意在这躲一辈子。古希姐姐，古希姐姐，秀大人，不好了！是怎么回事？秀大人，救命啊！
求求你，救救齐洛，救救他！你慢点说。齐洛为了寻找更好的榆木，冒险翻越了2座山，碰到了北族军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跪下！鲁地将军说了，远州这块地皮可以留着，人种得换。你们这些人今天运气好，先走一步，倒也能得个痛快。各位，先不着急动手啊，说个事儿。大人，我来求个情，你把他们放了，我留着。子川秀，你认识我呀？你杀平清宫那一夜，我也在场。哦，那就好办了。这样，你给我个面子，你们北族不是一直在找我吗？你把这些不知名的远州人全部都给放了，我在这儿留着，怎么样？你耍什么花样？我没耍花样啊。你看，好，那我便卖你这个面子，把他们放了。秀大人，顾惜，带他们走。可是，带他们走。阿秀，想不到我北族人封的远州大都督，竟对远州人如此宽容。你不是也很仁慈吗？鉴于你的仁慈，我决定我一会儿下手的时候也仁慈一些。嘿，你有病吧？你伤还没好，连我都打不过。我提前刺探过了，他没多少人，咱们4个可以的。4个人就敢劫军营？给我上！就这么点人嘛，再来一批啊！取子川秀项上人头，鲁地大人定有重赏。都别动，不然我把这些火药都点燃了。都不许动！把刀放下，过来。顾惜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别过去！秀大人，你说我们不懂得抵抗，对，我们苟且偷生，我们烂泥扶不上墙。别动！他们北族人杀害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爱人以及我们的恩人。如果你们都死了，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不能拿你们的命来换自己的命。行了，秀大人，你先走。子川秀，走啊！此刻送死没有意义。逃！如果这都没有意义的话，
那我们远州重活一遭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一起走！撤！萧大人，只要你们活着，我们就有希望。顾惜起落！啊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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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我错了。我们已经竭尽全力，救了更多的远州人。把远州交给北族的人不是你，虐杀远州的人也不是你。我错了。我错在远州叛军反叛之时，我只知道痛恨他们听信了雷轰之言，沆瀣一气。我错在远州人与北族联盟军进攻之时，我从来没有设身处地的考虑过你们的诉求和处境。我错在子川将远州拱手让人之时，我只知道报自己的私仇，却没有想到这么多远州人将因此被推下漩涡。当初这些情况我若能考虑周全的话，现在的一切也许就不是这样。每一天都会有像古稀还有齐洛这样的人死去，而他们甚至连一个安身之处的墓碑都不敢奢求。古稀说了，你活着，他们就没有白死。别让他们白死。这种大事9成9都会失败。难道我要让这群人陪我一块儿去送死吗？走，咱们袖子营，谁是怕死的种？我们不怕。就算我们死了，不得拉领垫背啊，对不对？对。老德伦，我要去圣庙，去见一见那个不丹长老。
之前咱们在远州服役时，也没听过这个不丹长老的大名啊。咱们起义就起义吧，干嘛非眼巴巴的来求他呀？你再看看那些个村民，平时都好好的，咱们一说要去圣庙，就跟咱们要去烧他们房子似的。之前古稀讲到过他们对圣庙的信仰，提到过这个不丹长老。昔年远州战乱，远州由战败转为战胜，就是由这个不丹长老所统领的。正是因为他振臂高呼，这些不成气候的远州乱民，最终才集结成军。远州备受奴役，信仰深厚，我们想要一起一举，一呼百应，只能靠跟他合作。哎，你们几个紫川人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没有不丹长老的允许，你们谁也不能去圣庙。大家别急啊，修大人，求见不丹长老的事情，我已经向布森村长转达过了。他说今日下山，给予答复。来了。村长，这位就是紫川秀，就是我们村民口中的秀大人。阿秀，这位是布卢村的村长，不丹长老的侄子，布森。村长好。行礼啊。德伦，你开什么玩笑？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小子，就是传说中那个了不起的好汉秀大人。哼，这样的人，我一只手就能拎起3个。哎，怎么跟我们大人说话呢？信不信我把你扔树上？说什么呢你？村长，我就是紫川秀。但是断人不能光凭第一印象，就像我第一次见布森村长，你的双臂腕关节强壮，应该善使双刀吧，也算是左一族中少有的悍将。但是仔细观察不难发现，你的左脚比右脚落脚重，应该是左脚患有隐疾所致吧。一旦打斗起来，只要我猛攻你的左脚，不出20招，你便会脚软倒地。你，既然村长已经下山了，那说明不丹长老愿意见我，带路吧。哼，不丹长老只愿见紫川秀一人，你们看好这帮人。秀大人，跟我来吧。你在干嘛？啊，这么大的石像，这么多，想要搬上山来，绝非易事啊！费那么大的力气把他们搬上来，究竟是为何？你不会懂的。请进吧，不丹长老在里面等你。哎，你说，怎么不走啊？圣庙是远州神灵的栖息之地，它的神圣难以言喻，非长老传召，我也不能入内。而你，是这1000多年来第一个可以进入圣庙的外族人，请务必尊重。
我的荣幸。听闻紫川人也会供奉神像，跪地祈祷。你现在面对的是远州的神灵，远州各族的英灵，为何不跪呢？我尊重每个部族的信仰，但在紫川得胜后修建庙堂，是为了激励战士们的勇气，而不是鼓励百姓躲在信仰里无尽的忍耐。再说了，这也跪不了啊。远州诸神，英灵不灭。第180代守护者，不丹在此告辞，请您原谅这位年轻人的无知，将他指引向光明的路途。远州从未经历过如此浩劫，不丹无才无脑，祈求一切都是您冥冥中的旨意。传闻中不丹长老应该81岁了，可你，你可能对现在外面的局势还不太了解，你不知道。北族在外面的杀戮现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？我知道，北族横征暴敛，千里饥荒，恶殍遍野。我知道，东南七星台，大批族人被迫入鲁，开采矿山，每日死在矿场，不下万人。我也知道，北族盛典之时，一位龙族兄弟冒死向赛戎神皇陈情，换来的却是鲁地灭绝龙族的军令。我是远州的守护者，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这些。灭绝？他要把你们的族人彻底灭绝，远州人民不该被这样对待。长老。长老，不丹，那你觉得应该如何？嗨，不丹长老，请让各族人举起武器，集结军队，共同守护你们的家园和人民啊！远州是属于远州族人的，它是你们的土地啊！是啊，但它是被你们紫川拱手相让的。100年来，我们远州人有过选择的权利吗？嘿，长老，不丹长老，我不否认，那场战役对于紫川和远州来说，确实是一场灾难。但是我们在灾难中活下来了，我们与其活在过去和错误里，我们为什么不改变现在的恶果呢？你在远州数百万民众心里拥有崇高的威望，加上我的力量，我们并非没有对抗北族的希望。我有3个问题想要请教。一则，北族人天生好战，骁勇强悍，千百年来，远州人只会畜牧劳作，只会手握锄头与钉耙，如何能征战？北族兵力是强，但并非战无不胜啊。紫川地戍军统领司义林，以微薄兵力，再怕一城，
重创北族部队。帝陵单枪匹马闯入北族大军，面对面与塞戎神皇谈判，最终逼得他只能退兵和谈。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不可抗拒的力量，关键是看反抗者的决心和毅力。齐昂一旦交战，腹背受敌，而远州在北族与子川两个巨人之间，哪一个都可以将我们轻易压成齑粉，更不可能同时防守2条防线。如若全员皆变，恐怕不出1个月，将会面临全线断粮的场景。远州粮产贫瘠，民众和善坚韧，这些我都知道。辽阔而肥沃的西川大陆，远州是一道门槛。对于子川而言，他们当然希望这道门槛高耸且强大；而对于北族来说，他们根本不会在远州这道门槛上消耗大量的军事力量，所以，长老，长老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同时两边谈判，以争取远州的生存？不可能，远州现在对于子川而言，是叛军，是死敌。子川绝对不会帮助我们，所以远州人要展现他们自己的力量，发动全远州一起对抗北族。塞戎神皇是为了进攻，而子川家族军长是为了防守。他们会对远州争相拉拢，为了延缓战争，他们绝对会不遗余力地扶持我们，用粮食，甚至用兵力。虽处在夹缝中，但至少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届时，远州将强大起来，所有的种族，不论是子川人、北族、精灵族、龙族等等，都一律平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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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鹰争夺天空，雄鸡征服地面，蝼蚁难以逃脱被战争卷入的命运，除非他们自己放弃生命和家园。但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软肋，奋起反抗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远州现在的命运，不是靠神力可以守护的，而是依靠您不丹长老的抉择。你是说，远州各族同气连枝，西川大陆各族一律平等？是。远州不再被奴役、被利用？是。北族与子川真的允许这样的平等吗？大势所趋，不得不忍。是就是巨型伤害我神庙，肯定不行。说是大不了跟他们同归于尽。不，神庙不说嘛，谁肯定有什么事情把他们染成我的神庙，都是外族人。对呀，什么鬼？看他们强人，七星币。哎，什么两个？你们说，头这么长时间没回来，会不会被灭了？就是有料。拿什么东西？怎么样啊？子川秀阁下，你的描述我的确非常向往。我也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远州人民得到平等、独立的那一天。但是，我还是不能答应你的请求。为什么？因为第3点，您不是第一个对远州说出这番话的人。200年前，一个优秀的子川将领
子川云说他会把我们从北族的魔爪中解放出来，结果换来的却是子川对远州200年的打压。又过了200年，一个人跑过来说：“相信我，我会给远州一个自由。”我们相信了。结果死在赤水滩的各族兄弟，足有31万人。雷轰，是，他将整个远州双手奉献给了北族。长老，雷轰背叛的不仅仅是远州，还有我师父戈大人和整个子川。在这一点，我和你的立场是一样的。这不一样。数十万士兵的生命，上百万人的努力，1000多年来对自由的期待，你要我推门而出，对那些失去了健康、失去了亲人的兄弟说：“请再相信一次子川人吧。”你要我怎么说出口？长老，只是因为我是个子川人，所以我就永远无法说服你，对吗？就算我相信你，可北族与子川，一个如老鹰，一个如雄鸡，而我们远州却虚弱如蝼蚁。蝼蚁永远无法战胜雄鸡和老鹰，也无法彻底灭绝。子川秀阁下，你是一个聪明非凡的人，感谢你今天所说的话，但也请你原谅蝼蚁的软弱和疲惫。难道蝼蚁的命运就是眼睁睁的等死吗？如果蝼蚁联合起来，未必不能撼动大山。之前我们在月亮湾能够救出远州族人，不正是靠着以拥风船所爆发出来的惊人力量吗？以拥风船，蝼蚁真的可以相信蜜蜂吗？我原本以为我们跟子川是一类人，可是在你们当中，又有多少人藏着锋刺呢？我们远州人民再也经不起这样的背叛。就在不久前，我成为了子川的叛徒。子川不要我了，是远州还有布卢村收留了我。你现在可以把我当成一个远州人，让我和你们一起守护远州，保卫这片家园。子川秀阁下，谢谢你今天的好意，你请回吧。其实我明白这种痛苦，但我不能幸福。一个人或者一个部族，要想走向自由，需要经历错误，付出代价。雷轰虽死，但他这招隔山打牛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以前没有他们的协助，不也一样干得挺好的吗？我们终会一直干下去，直到把北族全部打败为止。咱们打到他叫爷爷为止。对，叫爷爷，叫爷爷，叫爷爷。我接送过诸多各族首领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不丹长老还是非常欣赏秀大人的。长老交代，只要阁下愿意，诸位还是可以像从前一样留在布鲁村。我求见长老，只为解答心中疑惑。如今我已经有了答案，告辞。走吧。远州大都督名为子川秀，实则管理者却是鲁地。子川秀消失远州已久，这个消息，这消息可准确吗？远州交给北族之前，我在那儿有不少矿产生意。现在生意虽撤出了瓦林境内，但与远州的交情还是有的，消息不会有假。但是，仅凭这么一封信，还是没有办法证明秀哥哥的清白。不错，若想说动军长和群臣派兵找人，还需要更多的实证。
无论如何，还是多谢马大人将这个消息带给我。马大人身为3省台成员，又出身商贾，人脉广阔。如果能派人去远州查探的话，那必定能查探到更多的消息。你可愿帮我？自我初见殿下，便视您为挚友。只要殿下开口，哪怕要我身负险境，我也甘之如饴。只是殿下若真希望修大人回来，得提前计划周详，为日后铺路。马嵬参事，卿阁下。宁殿下是子川的继承人，马嵬参事可清楚。卿阁下无需多虑，3省台权势再大，也只能尽到提议修正的职责，不能直接干涉军政的。马参事清楚就好。不过，未免也太清楚了。你是在担心我利用殿下的思念与焦虑，趁虚而入，以谋私利？正是。卿阁下虽身为女子，但旗剑刀舍，杀伐谋略，绝不输给任何一位将军。您殿下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我岂敢放肆？马嵬参事如此通透，宁殿下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殿也能心明眼亮。如此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自怀孕以来，确有胎气不稳之象。如若有什么不妥之处，您开方子便是。夫人，还请医官直言。腹中胎儿渐大，抑制气机，升降失常，气滞则血瘀。夫人，您怀着孩子越久，您的母体只怕会越来越虚弱。那还请医官为我开方抓药，我定会仔细调理。您确定要我开方子？当然。夫人，孩子尚未足月，尚可引产，以保母体啊。不可，我很难有孩子。现在有了，那就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，我绝对不能放弃它。你若开不出更好的方子，便请回吧。夫人，夫人现在恶心眩晕之症已经是很严峻了，时间越久，恐怕我熬得住。当然。秋江，我回来了。这眼睛怎么红了？刚才给孩子做衣服，针线弄久了，就把眼睛弄花了。这气色也不太好，是不是又头晕了？我医官，刚才替我夫人诊治，情况如何？啊，我会给夫人开几副安神的方子，平心静养，应可缓解。多谢。你现在最重要的，就是要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的照顾好自己和孩子。像这种活，
每天我意识回来，我也可以做。我是怕你忙嘛。那得看对谁，对你跟孩子就不忙。大人，还说你不忙，快去吧。那这个你先别管了，听我的，好好休息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快去吧。大人，西北出事了。我刚刚收到西北方面发来的紧急军报，刘封商率领百越军突袭了西北，新甲、利甲和迦南3个城市已经丢了。我命令你率领黑旗军奔赴西北前线。臣领命。司义林呐，再不能丢失1寸国土了。如若失守，城中自刎。自远州失利之后，朝堂上下对你有些议论纷纷。我此次派你出征，也是为了安抚群臣。我也选了一员干将来做你的主帅。当然，在名分上你会受一些委屈，但是据我对这个人的了解，他十分敬重你，同时你和他合作起来，会做到事半功倍。我跟帝林情如兄弟，如果有他在的话，就算是刘封双连拿3座城都不成问题。不是帝林，帝林在枢律司，帝都离不开他。说曹操，曹操到啊。李清呢，他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干将，而且对刘封家排兵布阵还有多年的观察和研究，他十分敬重你。我想，他是十分合适的人选。军长放心，之前在武堂的时候，司义林将军的战术课就压我一头。此次有机会并肩作战，我一定会好好讨教讨教。领命。姐姐，你真会使唤人。这大战都在即了，你还让我去巡探，脏死了。双将军，斥候来报，淄川大军已经在厉家城左侧集结，统帅是李钦和司义林，诸将已经准备妥当，随时等你的号令。自下而上，扶摇风。师之至也，莫见其形，然太以众矣。将军，这可是司义林啊，淄川之虎啊！出征前，刘封明少君是如何逼你签下了军令状，让你在7日之内连下5城？正因为来的是司义林，才要好好的听风测土。三少主，你说这……唉，要我说啊，姐姐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反正行军打仗我也不在行，大哥还硬要把我塞到前线来。我能做的就是替姐姐卜个卦，求个平安。这卦象如何？屯卦。刚柔始交而难生，动则遇险。姐姐，这不是个吉象。平日里叫你好好学习读书骑射，你不学，偏学习这些旁门左道，却也学艺不精。10年了，我还没有输过。那这一仗，我们该如何？等司义林打过来。等一场雨，风起云动，他们在路上。如果我们用这个战术呢？蛙跳战，放着最近的厉家城不打，去攻打迦南城，
岂不是舍近求远？现在从兵力上看，敌强我弱。如若我们带兵直接攻打厉家，刘风霜练兵有方，阵法多端，我们讨不着便宜，很有可能进入消耗战。刘封家耗得起，子川耗不起，不如偷袭清江。没错，而且我们黑旗军虽然人数少，但是都是精兵良将，擅长偷袭。刘风霜的百越军定然驻足于新家，那迦南此时必然空虚，我便可率5000骑兵去攻打迦南。新家、迦南、厉家一纵而下，我若是司义林，必定绕开厉家，强夺迦南，断百越军后路，再行夹击。大人妙计。多家河围绕厉家、迦南、新家3城，河畔夜间雾气弥漫，百丈内不能识别人影，确实是夜间突袭的最佳时机。只是李清将军应援稍晚个1时半刻，恐怕会被2城的驻兵夹击，这样是不是很危险？无妨，我去攻打迦南吧。我之前常年在西北驻军，也见识过百越军的阵法。如若不巧碰上了，我还能有办法拖延。3个时辰内，我拿下迦南，你我带兵与厉家会合。不行，迦南离大本营太远了，而且那儿地形复杂，没必要冒这个险。司义林将军，如果你遇到危险，西北必然一败涂地，我亦没有能力对付。倘若我不幸被俘，我相信你定能救我出来。不行，司义林将军，我是主帅。清将军，到雁荡谷了，再1个时辰的脚程，我们就能到达迦南。此刻并非雨季，但为何感觉大雨将至？时间差不多了，叫大家起夜吧，然后把所有战备物资准备好。是。大人，喝口水吧。水里怎么有沙子？刚从河边打的。把近几年多伦河的水利记录全给我拿过来。大人，李清大军已到。今夜迦南必降大雨，那是多伦河的起源。今年汛期提前，帮了我们大忙。3，今夜你便前往迦南，改道放闸。子川军想要绕行迦南，必定经过雁荡谷。今夜此时，我便要水淹雁荡谷。王将军，你于亥时从厉家出发，直击子川大营。樱木兰，你随我去雁荡谷。今夜，我便要一鼓作气，再下子川2城。大雨将至，雨已至。天时地利只待人和。什么时辰了？已经子时1刻了。难道是森少主误了时辰？不可能。森弟虽然平时放浪形骸，但关键时刻从未出错。他若不是遇到什么麻烦呢？全军原地待命，等我号令。樱木兰，你随我来。是。刘风霜，李清将军叫停大军不再奔袭，想必是已经知道洪汛将至了吧？我已命人将多伦河新家城段的堤坝炸毁。这雁荡谷地势绝佳，还有1炷香的时间，这里便会是一片汪洋。清将军，你投降吧。你们敢只身2人前来，想必悬崖之上定有埋伏。你没有直接动手，反是劝降，想来也没有赢我的把握。你果真有些本事。
只可惜，你只猜对了一半。我打仗从来不在乎用多少人，而且不战而屈人之师，向来都是兵家上策。你听，这大地已经开始震了。秦将军，你还有不到1炷香的时间了。你知我爱惜将领，便赌我不敢逞匹夫之勇。殊不知，将士更爱子川，他们视死如归。若要打，也可以一试。只是李清将军，你担得起全军覆灭之责吗？哟，洪水来不来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你，定是走不出这山谷了。怎么回事？王将军不是派人攻打紫川军营了吗？司义林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李清大人早已摸清了地形，他早就知道你在这山后有埋伏，他出现在这儿，就是为了引你出来。刘风霜，还不乖乖束手就擒吗？司义林将军真是好口才。你们若真知道我今日之计，又怎会放任我的手下在山上设伏？当然是为了擒你了。你以为我们就这点人吗？你不是说山洪要来吗？那我们就一起等等看，看他会不会来呀？要战是吧？那我便陪你一战。姐姐，你快跑！大哥小篡位，他派人来杀你了！刘风霜，你私会紫川主将司义林，投敌叛族，人证物证俱在。从今，刘封家再无刘风霜这个少主。抓还是不抓？他们家族内乱，刘风霜不一定能活下来，暂时先撤退吧。这山谷之中，均为敌军，一个不留。放箭！全军撤退！只见那刘风霜前脚刚到这雁荡谷，就有一位女将带领一队人马，呱呱呱呱呱呱呱就奔袭而来。这位女将是银盔银甲银靴子，骑着一匹大白马。您再看这小模样啊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樱桃小嘴一点点，稍微一绷劲儿，还有2个大酒窝。往这儿这么一站啊，那真是英姿飒爽，飒爽英姿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了。他把大刀一对，呀呀呀呀，咔咔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一个人头就掉地下了。哎，左一刀，右一刀，就听见咔嚓咕噜，咔嚓啪叽，咔嚓咔嚓。司义林将军也不遑多让，大喝一声。李清将军提起长枪，便冲到阵前。2人，一人刀锋凶悍，一人长枪飒爽。马公子好生奇怪，以何为之事，将那刘风霜哪有女孩子来这春风院的？这春风院呢，表面风流，实则是帝都之窗。3教9流汇聚于此，各路消息也均从此地而出。您殿下想帮秀大人归来铺路，这里自然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好地方。宁殿下，这边请。这2位配合得十分默契，真可谓是战地抗力。春风院是帝都之窗，这话秀哥哥也跟我说过。是吗？
看来我和他之间还有不少相似之处呢。马大人在这帝都之窗中看到些什么？和我也说说吧。好啊，在这帝都之窗里，你可以看到无数的缝隙，不同势力之间的缝隙，不同级别之间的缝隙，还有不同身份之间的缝隙。缝隙？不错，我们家世代从商，为商者的本质就是找到这些缝隙，从中获利。而这些缝隙，正是我可以利用的东西。除了经商之外，其他事务也是如此，对吗？殿下明慧，在下认为天下事大同小异。好比说我在三省台做事，最重要的就是从这些不同关系的缝隙中获得自己的权利和势力。又好比眼下你要帮子川修，虽然你贵为公主，但你的身份反而会让你无法说出许多激越之言。但在这帝都之中，可以为你所用的势力却很多，他们不仅可以帮你打探消息，还可以帮你说话。比如马公子。我？马某对殿下可从无此心意。如若殿下不嫌弃，就算是您的朋友。朋友？在这帝都之中，我真的可以将马大人当做朋友吗？当然。这是什么？您殿下不认得吗？我之前听人说起，您殿下曾有一块月光石，后不慎丢失，懊悔不已。前几天我逛珠宝铺子，正好看到这块上好的月光石，便想买来赠予你，好慰藉殿下失去爱物之苦。没有想到，这世间竟然真的有月光石。哦，马大人有所不知，我的那块月光石不过就是一块以假乱真的假石头罢了。我痛苦懊恼，不是因为石头丢了，是因为送我这块石头的人丢了。那殿下还想再找回来吗？远州和子川已势不两立，他应该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。宁殿下，你是子川家族的继承人，天下万物都可归你所有，归你所用。部族关系、邦交往来，向来都是因利而动。如果你想，敌人也可变成盟友，他族也能变成同族，更何况只是一个人而已。大人，现在街头巷尾都传颂着战地抗力一桩佳话。我们帝都已经许久未见如此欢欣之景象，此话听多了，属下也觉得司义林大人与李清大人甚是相配。抗力之说，不过是百姓之间揶揄的玩笑罢了。民心振奋，是因为子川收回失土，国威彰显。不错，我子川将士与刘风霜交战多年，这是第一次胜利，可喜可贺。属下请军长大人
嘉奖司义林大人与李清大人。好。司义林、青儿，你们呐，重振了子川家的威名，功不可没。说吧，需要什么赏赐，尽快说，我没有不允许的。臣不敢要，能完成军长大人交代的事情，已经很欣慰了，不敢再有什么赏赐。而且他刘风霜兵术诡异，要不是因为他们家族内乱，此战恐怕不会这么快就结束。哎呀，你就不要谦虚了嘛！啊，怕一战之后啊，这是我们打的第一次胜仗，也是子川家族眼下最需要的一次胜仗。司义林，你不愧是子川之虎哦。你跟青儿，你们这2个人都不辱使命呢。军长大人，各位大人，边境来报，说，塞戎神皇派大将鲁地增兵驻守远州，因龙族人不臣，状告鲁地暴虐之举，连日来也有数万人被虐杀。哦，还有一个消息，塞戎神皇驾女。嫁给谁了？大将云浅雪，2人业已成婚。云浅雪是塞戎神皇次子卡兰的心腹，昔日交战之时丢掉一只手臂。塞戎神皇此次下嫁爱女，说明他想压制他长子卡顿的权势。现在这屋里就我一个人，你不必要再忍着，心里痛苦，你就发出来，别憋在肚子里。司义林啊，我知道你打小就是个重情重义之人。我更知道卡丹在你心中的位置，我并没有半点责怪你，我是心疼你，也为你遗憾。只不过，男子汉大丈夫嘛，该悲便悲，当恨则恨，大醉几日也好，放声痛哭也罢。但是不要沉溺其中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你一向不接受任何恩赐，但是为了子川，我会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。孙少主带回来了，还带回来做什么？直接砍了不就完了？你敢？要不要我当着您的面砍了？少君，要想让群臣相信，我们总要有个人证。现在朝堂可是议论纷纷呢。我是少君。刘风霜带兵谋逆，叛族而逃，我拨乱反正，有何可疑？国玺和兵符带来了吗？已经带来了。
可能成功的。现在除了您的宝贝女儿，您还有什么可倚仗的？你不必知道的，因为你，刘丰明，绝不可能坐稳这个位置，你不配。看我配不配？儿子，你不敢的。你已是少君，待我100年之后，这个位置本就属于你，你就那么急不可耐吗？那我倒是要问问夫君，您何时才能100年呢？我一个年过而立的少君，到那时再荣登大位，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？您的眼中只有双眉，又何曾真的把我当做一个少君？传令下去，以叛族罪，全族通缉刘风霜。一旦见到，就地斩杀。刘丰明，即刻通知黑虎帮，无论对方提出什么样的条件，我都要亲手为我的好妹妹发丧。是。刘风霜勾结子川，罪不可赦。以父亲安危之计，即日起，由我接管家主兵政之权。另外，在殿外加驻1万精兵，没有我口令，任何人不得入殿。是。父亲只管安心养病，这刘封家有我足矣。究竟是谁？奉家族之命来绞杀你们这群叛贼，给我上！少主，你先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要走一起走。他们要杀的人是你，你先走，我自会寻你而来。头儿，你别这么消极嘛！啊，虽然你没说服这个不丹长老，但是你说服了我们呀！啊，我们愿意天天射鸡、射麻雀、射蜜蜂，就围着他的圣庙天天射。我就不信了，他们还不吃肉了呢！对，不相信，不相信！头儿，咱软的不行，给他来硬的；硬的不行，咱就给他来臭的。对，吵死了！之前我以为我能说服不丹长老，让远州各族团结起来，没想到他根本没这个意思。我看我们啊，根本没有留在这儿的必要。继续。老，说事儿。老大，北族兵来袭，已经打到不卢村口了。停！他们怎么发现这儿的？对方来了多少人？区目测足足一个团。这不卢村附近唯一有价值的便是圣庙，北族来了这么多人，目标一定是这儿了。收拾家伙，跟我来。
什么情况？这次袭击太突然了，看，宗主连头也不回就跑了。白川，不求杀尽，只求赶走。是。罗晋明宇，把受伤的兄弟先救下来再说。是。老德伦，你先坚持一下，我必须得去圣庙见一下不丹长老。不行，我这8把骨头还能扛得住，去吧。远州诸神，英灵不灭。第180代守护者，不丹，再次祷告。远州晦暗已久，若真如神诏预言所示，光明可返，请您明示。不丹长老，此战尚未定成败，何必祈祷？阁下竟然回来了！长老，我经历过大小战争数千场，眼下的形势，据我判断，的确对你们不利。我现在能想到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劝您离开圣庙。对于远州各族人来说，圣庙没了，可以再建，但是这世上不会再有第2个不丹长老了。你还记得来大殿路上所经过的石碑吗？2007年，为抵御敌军侵犯，左一族第21庶民营全数战死于此。577年，北族军队侵犯，布卢村庶民营1891人全数战死于此。石碑下是世代各族远州战士为守护圣庙而惨死的身躯，这里是远州各族的尊严与骄傲。如果说死亡是我的命运，那么我只会死在圣庙，死在他们的尸骨边。紫川秀阁下，感谢您能重回这里。今天你也看到了，以前的远州各族不会打仗，现在的远州各族害怕打仗，我们很难赢。远州各族单兵作战能力确实不尽人意。正如你所说，圣庙是远州的灵魂，也是远州各族的精神支柱。如圣庙覆灭，那远州各族的心也会跟着彻底麻木臣服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无论如何，我们不如冒险与北族拼死一战，守住圣庙。哪怕与我们死在一块儿，阁下也无怨无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属于这里，我紫川秀属于远州。敌众我寡，敌强我弱，但此战并非毫无胜算，只需满足一点。什么？远州各族团结、信任。之前之所以你们屡战屡败，那是因为你们各族人民各自为战，互不配合，关键的时候还自乱阵脚。若此次只靠我们秀子营撑腰，也只能解燃眉之急，圣庙迟早还是保不住。如果远州各族团结起来，各执所长，紧密配合，才是守护远州的长远之道。紫川秀，没想到你竟这般执着。
这是布卢村与圣庙的地形图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义不容辞。兄弟们，今日若不是秀子营的帮助，恐怕布卢村已经失守。昔日神旨要我们忍耐顺从，然而北族永不知足，常见直指圣庙。他们要将我们仅有的尊严与意志彻底粉碎。圣庙就是我们远州各族的性命与意志。守护圣庙，死战到底！守护圣庙，死战到底！守护圣庙，死战到底！有一点比战死的决心更重要，那就是这次保外战的首领不是我，而是这个冒死前来相助的紫川秀阁下。长老，他并非我远州族人，他当首领，说不定将圣庙拱手送给鲁地，我们不能跟着他白白送死。看天边熊熊燃烧的火焰，在最黑暗的夜，看眼前轰轰烈烈圣庙的存亡，我们的性命尽系于你一人。我紫川秀翻涌着滚滚浓烟的火焰，定不辱使命，放肆的热血。合于彼而离于此，计谋不两中，必有反吾。这句话若是从己推人的话，意思是指当政局面临选择之际，必须要有所取舍。如是一计的话，那一定是有一方获利而另一方受损的，不可能两全其美。如果这句话是从君主的角度来说的话，那就是在告诫君主，自古呢这个有才之士啊，大都历经过多主，不可因其旧时所为而对其心生怨憎猜疑。好一个怨憎猜疑呀！小宁，你能从另一个角度自上而下的审阅此句，说明你很有进步。我很高兴。来来来，坐着。叔叔啊，为君九章呢，我现在已经通读了。军政不两分嘛，我在想，是不是可以请一个师傅教我一些兵法之术啊？你要学习兵法呀？我听教习师傅说，这几日你彻夜苦读，教习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久。你再要学习兵法，这个会不会太累了？叔叔啊，从前我无心向学，今日一读啊，我才知道您这些年来的不易和艰辛，我怎么用功都是应该的。好吧，来，临兵副统领请示修缮瓦云要隘啊。是。之前战事紧张，虽有修缮，但都是应急之用。如今紫川和北族之间没有了远州这块缓冲之地，瓦云要隘呢是家族抵抗外敌最重要的防线，确实应该着重修缮。为君知道呢，光靠读书学是不彻底。叔叔把这件事交给你呢，就是让你好好的历练一番。帝林曾率人修好过部分城墙，颇有应对之道。你要有不懂啊，
可以好好的向他请教。小宁定会尽力。我还以为司义林自己来呢，没想到李清大人还有宁殿下都来了。秀家有云在身，我亲自下厨，简单吃一口。哎，帝林，你怎么自己动手了？小心动了胎气。来，没事儿。来，坐。这还是那个在外面呼风唤雨的冷面阎罗帝林大人吗？没想到在家里对妻子竟是如此温柔体贴。是啊，你们俩的感情真的是好让人羡慕。快吃吧。哦，我给秀家带了一些补品，就放在外面马车上，我让人去拿。哦，那我去拿吧。要不你们一同去吧。好。吃菜吧。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可以了，宁殿下的马车就在外头。无妨。哎，你们就是淄川的大英雄，那队战地抗力吧？司义林将军，李清将军，对不对？真是让我见到活的了。哎呦，真是司义林，淄川有你和清将军，实乃大幸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郎才女貌，好一对璧人呐！大人，您可能是误会了，我跟司义林大人只是朋友。没错。怎么会？春风院说书的说你们早就在战场定情了，还说你们连孩子都有了。哎呦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这朋友口无遮拦说的。春风院那个说书的，现在还在说吗？